欢迎收看第1064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是2026年2月6日，在华语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这件事儿。陈光诚呢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于2025年12月24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名誉侵权损害赔偿诉讼。那么诉讼的对象就是王志安。陈光诚呢请求赔偿金额是3亿3千万日元。并且说过几天2月10日就要开庭了。那很多人让我聊这个事儿我觉得首先我不想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说谁对谁错，或者他们具体说的内容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因为这个既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应该交由法院来判断。但是不可否认呢，在未来这些天，这件事情是华语世界里最热的话题，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聊。那我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想贡献给大家，我来提供3个我认为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去讨论的话题3个点。那首先这个事情还得再多说2句它的起源呢是这个2025年的8月18日。王志安在自己的频道做了这么一期节目标题叫陈光诚到底是不是盲人。这个节目呢有48万次观看，我是挺疑惑的，因为如果是我本人看到这样的标题，我根本就不会点进去看，因为陈光诚是不是一个盲人，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个话题我认为不是一个公众议题，对吧？因为并不影响陈光诚本人的一个政治立场和一些政治观点，对吧？所以到底是什么人48万次去看这个节目是不是纯粹在关心八卦，对吧？所以一个盲人在一个公共的环境内被质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失明了，我们应该怎么讨论这个话题？或者说我们怎么讨论才能不涉及诽谤？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论那个边界在哪里，最终才能够对这个公众是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想聊这些话题。好，首先第一个点呢，我们来聊聊如何尊重盲人。我认为对盲人最基本的尊重不是同情而是什么呢？就不要用他的这个身体缺陷去这个削弱他的主体性。什么叫削弱他的主体性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盲人他有很多自己的观点他有一些在公众层面的一些言行，对吧？我们可以质疑他的观点，但是讨论的这个焦点呢本来是应该讨论他的言行，如果转移到他的身体去了说他是不是真的盲人呀，或者一些他的身体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话题转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非常谨慎了。因为你对一个盲人的质疑其实会对所有的残障者产生一个外溢影响。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觉得我只是评论一个人嘛。但是你不要忘了他身上的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一层标签。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哪怕是这个推特上的一个华语小社会，如果你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就是说质疑你真的失明了吗？你真的足够残障吗？那就会导致残障人士这个群体就会感到压力。那就要想我是不是被迫的，我必须要拿出证明来证明自己够不够残。这最终会形成一种集体不安，这不是文明的表现也不是文明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第2点呢，我们关注的是公共讨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是在事实层面去讨论的话，那关于一个人是不是盲人，我们应该讨论什么呢？基于一些医学的文件专业的鉴定
你要有合理的去查证，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聊，这是事实层面的讨论。但是有一种讨论是直接把这种讨论滑向了对于这个人的人格质疑。这种讨论怎么做呢？就是用一些这个人言行的剪辑片段然后去推论他是不是有可能不是真的盲啊？那盲人怎么能做到这些事儿？这些全是推论而且在做成节目的时候这个讲述者的语气也很重要，因为语气是可以做暗示的，这些都是不对的。一个公共人物陈光诚是公共人物，对吧？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如果是被他自己放进这个公共叙事中的比如说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盲人，对吧？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么理论上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必须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基于事实，那么第2个条件是你要使用中性的语言，否则就变成一种羞辱了。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话，我不是在批评王志安我没有看过他那期节目。我刚才说了，我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不会点进去看这样的节目，所以他在那个节目里到底说了什么，语气是怎样的我也不想去分析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的节目你们以后看到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对吧？好，我们再说说这个事件，这个公众事件我们可以去聊的第3个点，就是作为创作者那对吧？我也是王志安也是，其实陈光诚也是，其实你们很多人也都是，即便没有自己开频道，你平时在油管和推特上去留言这都是在创作你自己的言行吧。我们如何自我约束？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这个话题你怎么样去聊一个公众话题，边界在哪里如何能够避免去诽谤别人，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学的，我也要学的。我认为呢，很多人以为说只要说这个话就没事，就说有人这样质疑，然后带出一个话题，是吧？很多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不是我说的是有人这样说，所以我也拿来说说，以为这样说就安全了，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事实与评论的区别，这个大家必须得搞清楚我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讲事实与评论的区别是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不要拿一些争议的片段做这种戏剧效果，在节目中不要用那种夸张的标题什么真相什么，你其实并不知道而且在做节目的时候，语气决定了风险。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法律风险，对吧？其实还有一层伦理风险，就是每一条影片包括我今天做这个影片，对吧？每一条影片它都会传播无论传播的多远多广还是就几个人看那么它都会产生一种叫外溢效应，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创作者想象不到的。所以作为每一个创作者包括你只是一个留言者你都要自问，就是你发出去的这个话，你做的这个事情，问什么呢？问自己第一问自己，这个内容是否具有公共利益？就是我刚才说的，王志安做的那期节目，有公共利益吗？问号第2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这个内容是否必要？就是你聊陈光诚的某一个观点或者聊他在公共层面的一些言行，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聊他是否是一个真的盲人，有必要吗？大家可以自己去问第3个问题你要问自己，就是你的这个言行是否会对弱势群体造成附带伤害因为你可能你只是质疑陈光诚一个人，但是你是不是对整个残障人士群体造成了一些附带的伤害？尤其是你是一个有巨大网络影响力的大 V 的时候，你的节目会有很多人看的时候，更要去问自己这些问题。如果你觉得可能会，那你就必须要克制自己克制你的语气，克制你里面用的素材，克制你的影响你观众的
这种手法暗示啊，甚至你要克制，说我是不是就不做了啊？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会去想，那是不是这个有些节目我就不做了？好，我现在再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说的如何区分事实与评论。同样还是要问自己3个问题，问了你就能够区分了。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句话能不能被证明真或假，对吧？这句话如果是能够证明真的或假的话，那就是事实，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他提起诉讼索赔3.3亿日元，那这句话就是一个事实层面的，它不是评论，它是事实，因为你可以证明是真是假啊。你看法院的文书啊，陈光诚自己的声明，你就可以判断嘛，他有没有真的提起诉讼去索赔这3.3亿日元，这样的话就是事实。那如果你在讲一句事实的话的时候，如果你讲错了，你就会有法律风险。好，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这句话呀，是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举个例子啊，这句话说，我认为这种质疑方式可能会对盲人群体造成伤害。这句话就不是事实，对吧？这是一个观点，它是一个评论。观点没有真假，只有合理与否。一般来说啊，一个观点和一个评论是不会有法律风险的。那第3个很重要啊，也是你最后要问自己的问题啊，就是说这句话啊，你是不是一个假评论、真暗示？就表面上是一个观点、一个评论，但你是不是你的动机呀、你的语气呀、你用的手法，你是不是其实在暗示？就是我们俗称的带风向啊，暗示一些未经证实的事实啊。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这一句话。如果他真的完全失明，怎么可能做到某些事情？问号。哎，这句话表面上看听起来是一句评论啊，如果他完全失明了，怎么可能做？但实际上不是。虽然他没有直接去指控啊对方是失明啊，但是观众已经被他引导了。所以这个在法律上仍然可能会构成一种事实陈述，还是有法律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啊，完全的这个说话顺序啊，安全的说话顺序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啊？首先，你应该说已经被确认的事实啊摆出来，然后呢，说明目前存在的争议，然后你再表达个人的一些价值立场，然后最重要的第4点啊，就是不要对未确定的事实下结论。那我讲这些话啊，不代表我做得好啊，我也做过很多不对的地方，对吧？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出来了，我其实不关心最终谁胜诉啊，到底谁赔钱，谁付出代价什么的，我不是在这里看戏，我是觉得，一个很好的契机，大家肯定会都在聊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多聊一聊我今天提供的这3个话题？啊，因为呢，我觉得法律最终会处理这个案件，对吧？不需要我们操心啊，我们需要处理的是自己的语言，我们需要在这里反思的是这些公共讨论的边界啊，是否会冒犯到别人，以及是否会外溢去冒犯到更大的一个群体啊，造成这种社会的损害。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些事情，没有人做的100%的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然后并且共同的通过这种讨论和交流一起去进步的，这样的公共事件的发生才有意义。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